郡主，你醒醒啊！这古装哪儿？我不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吗？郡主，您醒了！您追顾世子马车时被野驴撞晕了。顾世子，前方避让，顾世子车驾在此。检测到宿主灵魂融合完成，反派系统007绑定成功。什么玩意儿？反派系统当众折辱顾承霄，让其颜面尽失，需引发围观百姓议论，让顾承霄显露怒容。任务奖励：阳寿加5天，失败惩罚神魂俱灭，倒计时60秒。神魂俱灭，行，顾世子对不住了。还不退开！停车！顾承霄，你纵容车驾横冲直撞，逼得我被野驴撞伤，还想肇事逃逸？朝阳郡主，休要胡搅蛮缠。本世子车驾未碰你分毫，少在街头发疯。郡主又跟顾世子对上了，听说朝阳郡主喜欢顾世子，这不都追到大街上来了？你车驾疾驰而来，逼我避让才撞上野驴，这叫间接伤害。按我老家的规矩，你这叫故意寻衅。一派胡言，本世子从未听过此等规矩。孤陋寡闻就别出来丢人，这是郡主专属进行线，你车驾再往前半寸就是以下犯上。顾承霄，你要么当众给我跪下道歉，要么赔我100两黄金汤药费，1000两精神损失费。不然今天这街你别想过去。顾世子车驾是快了点，郡主受伤也是事实。皇室宗亲的面子，顾世子也不能太不给。朝阳郡主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新手反派任务完成，检测到目标顾承霄颜面尽失，怒容显露，围观议论达标，奖励阳寿加5天，当前阳寿15天，再接再厉，做合格反派。看你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本郡主姑且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顾世子，下次出门长点眼，别再被本郡主逮到把柄。吉祥，走，跟这种没规矩的人犯不着浪费时间。刚才那波是不是反派味拉满了？郡主，您今天太威风了！反派系统神魂俱灭，行，既然没得选，那我就做最狠的反派，先活下来再说。混账东西，你竟敢跑去青楼！我不服，凭什么爹可以喝花酒，我就不行？你还有理了？青楼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你一个郡主该去的吗？传出去，皇家颜面何在？朝堂上那么多官员都去的，怎么我就去不得了？爹还是王爷呢，不也常常去吗？再说我又不是没给钱。自打半月前这孩子被驴踢中脑袋失忆后，行事做饭简直跟他那个不着调的爹如出一辙，把名声败了个干净。即日起，哀家会派陈嬷嬷前往端王府，亲自教你规矩。什么时候把你身上那些坏毛病都改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解禁？皇祖母，恭喜宿主，您还剩下15天阳寿，15天后，宿主将会以掉入茅坑淹死的方式结束生命哦。就没有体面一点的死法吗？没有呢，宿主，这已经是最体面的死法了。别人穿越各种屌炸天，我穿越成了短命鬼，而且还绑定了一个反派系统。任务刷新了，花魁小姐姐得去春风楼。郡主女戒抄完了吗？你看，不是我不想完成任务，是嬷嬷不让我出去。要不宿主做掉她？你疯了！这是自幼陪在太后她老人家身边的嬷嬷。宿主别怕，咱有居。你给我站住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行，坐不住了，我得想办法。续命行动开始。闺女，你闯祸了。爹，你闯祸了。那你黄伯父找咱俩来干嘛？可能是觉得咱俩这段时间表现好，给咱们解禁吧。混账东西，给朕跪好了！一个王爷，一个郡主，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两个丢尽了，荒唐！皇兄，本王这几日待在宗人府，可哪儿都没去。对啊，黄伯父，我这几日都待在房中抄女戒呢。虽然翻墙了，但没人发现。几日前，
春风楼的妈妈给端王府送了一张账单，端王爷他竟把整个青楼都买下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昨日，京城街上光天化日之下，端王爷竟将一男子给强抢回了府。皇兄明察呀，肯定有人要害你弟弟我呀！春风楼是郡主以王爷的名义买的，当街抢人喊的也是王爷的口号。爹，你听我解释，儿臣原本是想请那花魁小姐姐回府陪我一起抄女戒的，儿臣没办法，只好把那春风楼给买了下来。那你为何要用本王的名义？儿臣没那么多钱，只能记在爹的账上。那当街抢男人是怎么回事？儿臣英雄救美来着，这才是我叶琼要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被追着打，我吓得一个激灵，当即嗷嗷叫，一边喊着自家老爹的名号，一边扛着那男子就往家跑。那你为何要打着本王的名号当街抢男人？那也不能用儿臣的名义抢吧？儿臣可是女子。爹，你这名声都坏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两件事。儿臣还小，还有大好前程呢。逆女，你的前程重要，那本王的前程就不重要了。爹，你有什么前程？爹的前程就是端王府，可端王府迟早会是我的。够了！你们父女二人还要吵到什么时候？这逆女竟敢顶撞为父！皇兄，王不父，请下旨，我们要断绝父女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够了！家门不幸，朕看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端王，你太闲了，从今日起，朕给你安排一门差事，往后你就待在衙门给朕好好当差。还有你，一个姑娘家，行事如此荒唐。既然你非那顾世子不嫁，朕也就成全你，给你与那顾世子赐婚。皇兄，皇伯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要当差，我不要嫁人。不是你整日里吵着非那顾世子不嫁。闺女，你脑袋没伤到钱，可整日里追着那顾世子跑，连爹都排在那顾世子之后。皇伯父，我换口味了，我不喜欢他了，不嫁。既然不想嫁，你们就是太闲了。朕特赦京都巡城司，往后你们两人一左一右，分任左右巡城使，维护京城治安。皇伯父，我是女子，要是当官御史肯定会弹劾，让我爹当就可以了。我爹正好没事干。前几代先祖在位时，朝中也有过女子担任要职，少见不代表不可行。皇兄，我不去，我忙着呢，这差事交给……闭嘴！朕不管你们有什么意见，总之明日就去上任，否则朕就给你俩都赐婚。去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去上任。我最爱维护治安了。对，我一定把京城治安管得比我家鸟笼还严实，绝不偷懒。郡主，顾家三少爷上门说您昨日抢的人是他们府的逃奴。哦，阿奴啊，带过来。伤这么重，你是顾家逃奴，签了卖身契，有户籍吗？郡主，要还吗？我凭本事抢的，凭什么还？阿奴，你想回去吗？不想。那你想留下吗？准备卖身契。是。以后你就叫大吉，是我府上护卫。大吉大利，这名字喜庆，感觉能忘我。走，去会会顾三少爷。朝阳郡主，出来！别以为你是郡主就能包庇我顾家逃奴。他爹也是王爷，怎么比我还嚣张？以前您最喜欢顾世子，连带对顾家人都纵着。我脾气这么好，没给顾世子花钱吧？您觉得金钱是俗物，玷污顾世子高洁，和四公主约定靠真心公平竞争。把我顾家逃奴交出来！他什么官职？见我不行礼。白身无官职。哦，白身，顾家书香门第，规矩不过如此。郡主是想见我兄长才绕这么大圈子吧？宿主，他比你还自恋，揍他！王伯，找人揍他。郡主，陛下说了，再打架就罚您嫁人，太过分了！你们顾家想冲进王府揍我爹，我可怜的爹呀！快来人呀！顾三少爷带打手要闯府揍王爷。你誓死保护王爷！宿主，你真的要这么做？你听说了没？顾家三少爷要揍端王。顾家三少爷要揍端王。顾家三少爷杀了端王。杀了端王！皇上，外面传有人要杀了端王。快去端王府！陛下明察。这次又干什么？是他先无礼的，他还带人堵门，我好害怕他揍我爹。陛下明鉴，草民只要逃奴，郡主包庇不说，还让护卫打人。
我端王府护卫最遵纪守法了，是你家丁打的你，百姓可作证。我交代过护卫，要借别人的手打。福海，你说。老奴到时，双方已动手。顾家家丁举跪王府护卫，护卫躲在顾三少爷身后。冤枉，棍棒是王府护卫塞的。我疯了，给你们棍棒打我自己爹！你强词夺理，那陶奴本就是我顾家之人，你凭什么强行扣留？你要活活打死奴婢，我路见不平就下，何错之有？够了，一个奴才罢了，闹得皇家颜面尽失。顾城阳带人堵门恐吓王爷，罚封3月，闭门思过半月，即刻退下。草民遵旨。说吧，那陶奴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我抢的。是顾三郎要打死他，我不忍心救了，他赖着不走，我只能收留。黄伯父，你看，这是他的心脉生气。来路不明，留在王府不妥。那黄伯父赐我一个孔武有力的护卫盯着他呗。裴炎，臣在，挑个武功好、性子沉稳的给郡主，寸步不离，保其安全。若有差池，唯你是问。臣遵旨。黄伯伯，我能要刚刚那人当我护卫吗？他长得好看。滚！好嘞。逆女，外面传本王死了，葬进皇陵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谣言？我真没注意。说，你又干了什么？就外面传爹强抢男子，我担心爹名声，就……我名声谁坏的？但爹你没责任吗？百姓怎么不传别人？你得反省，是不是以前名声太差，口碑得跟我学。王爷，郡主，晚膳时辰到了。老奴先行一步，为2位准备晚膳。哼，王爷，这是郡主翻新春风楼的账单。逆女站住！买个破青楼就算了，翻新要花这么多，败家子，咱家要喝西北风了。爹，这是投资，等生意红火以后，别本大利还你。京城那么多青楼不买，买最差地段最差生意的，等不到红火，王府就被你败光了。我这是上进，让黄伯父看到我在努力。爹求你了，别上进，你再上进西北风都喝不上了。爹，你看不起我。我有成为京城首富的潜质，绝无可能。老实当个纨绔不好吗？端王府的钱我也有份。爹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不管你有多少私生子，家产都是我的。老子还活着呢，你就想分家产？王爷，扔不得，这碗价格不菲，府里连碗都买不起了。王爷，您不管产业，只知玩乐。若非太后陛下贴补，早揭不开锅了。王伯，你说什么？我爹早把家产败光了。产业不是斗鸡输给英国公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我败家？你赌博，你才是败家！你把家产弄回来，否则跟你拼了！不孝女，不孝女！爹保证赢回来。爹，你这个年纪怎么不上进？你得奋斗赚钱，忍心我吃苦吗？小白菜呀，地里花。行了，别唱了，本王想办法赚钱。空口无凭，立字据。以后端王府我做主，钱财支取需我同意。我能把家产赢回来，这权就归我；赢不回来，全还你。我再倒贴你1万两。好，按手印。看来朕早该给他俩安排些正经事做的，也免得闲得发慌。陛下良苦用心，听说端王父女昨晚商量着要上进赚钱呢。今曾老满是雄心壮志，但愿吧。爹，顶峰相见。这驴不能留，居然还带金子。郡主说驴喜欢他才踢他，带金子是有钱的象征。败家子！陛下封我这京都巡傻使，每日差事是啥？回郡主，只需每日巡逻，维护京都秩序安稳。城管？那手下呢？衙门呢？陛下未提及人手与衙属，让我一个光杆司令瞎转悠。陛下派了属下保护郡主。承妻，回去问问你同僚，还有谁愿意投奔本郡主？我带他们做大做强，名头压过锦衣卫。只要锦衣卫能来，我叶琼一定好好待他。郡主，陛下只钦点了属下，您若需人手，不如向陛下申请。算了，先搞个办公地儿，走去京兆府，去问问那宅子谁家的，卖不卖？郡主，买宅子，王府库银不够。咱们为朝廷办事，自然公理报销，记陛下账上。对哦，为朝廷办事，国库出钱，天经地义。那宅子贴着招租纸，去问主人卖不卖，买下来记户部尚书账上，修缮的比京兆府气派，让全京城都知道咱京都巡查司。郡主，衙门重地，京都巡查使奉皇命办差，找李尚书商讨公务拨款事宜。郡主，
京都巡城司的用度需有陛下旨意或公文，户部方可按例支放。您这空口无凭，老夫难办啊。李大人，陛下亲口任命我与父王为左右巡城使，维护京城治安，这难道不是旨意？衙门选址关乎朝廷体面，租用场地乃必要开支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岂会事事下公文？您这是要陛下亲自来跟您说？老夫不敢，只是这流程罢了，我年纪轻，不懂这些规矩。我这就进宫问问黄伯父，是不是他老人家的口谕不管用？再问问黄伯父，户部是不是没钱了，连个临时衙门的租金都付不起？郡主留步，此事容老夫想想办法。李大人深明大义，租金不多，就按市价，先租1年。这是地址和契约，修缮布置的款项，我晚点让程七送来清单。郡主，这宅子知道是大人私产，放心，我们一定爱惜，绝不给大人添麻烦。程曦，还不谢谢李大人慷慨支持朝廷工作。多谢李大人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搞定，办公场地有了。程七，明天找人把府衙修缮布置，气派点儿。是，郡主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推进事业线，震慑户部，阳寿加2天，当前余额17天。这也有奖励，不错不错。走，回去看看我爹今天上进的怎么样。对了，修缮清单就按京兆府的双倍规格写，反正李大人慷慨。是。老东西，护路银就你家敢拖，找死！官爷行行好，缓几天吧。滚开！宿主弄他，比咱们还嚣张。啊！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本官？程七，给老子把他左腿打断！是。啊！我姐夫是户部尚书，你等着！户部尚书，哎呀，我好害怕，吓死了！郡主别怕，咱们有陛下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程七，审他们。吉祥，记下村民状纸。今天本官为民除害。京都巡查使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好吃。陌生人给的东西你也吃，万一有毒呢？谁要对郡主下毒？这个家没我得散。为民除害，获得民心，阳寿加3天，当前余额20天。陛下，朝阳郡主强占老臣私宅，修缮款项竟也记在老臣账上，如此公然勒索，欺人太甚，请陛下为老臣做主。朝阳，你如何解释？黄伯父明鉴呐，您让侄女办差，又不给人不给地儿，侄女只能自己找。本想记您账上，可没人敢。李大人管着户部，为朝廷事花点钱，合情合理吗？陛下，郡主职位本是虚设，何必如此铺张？国库紧张啊！虚职？李大人这话侄女可不爱听。侄女第1天办差就抓了个欺压百姓、收受贿赂的贪官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正要禀报黄夫妇呢。哦，贪官就是李大人的小舅子，双溪村的刘庆。把人带上来。这些都是村民画押的口供。陛下，刘庆流放3000里，户部尚书纵容亲属失察渎职，降职罚俸，闭门思过。裴炎，臣在。抄没刘庆家产，归还百姓，不足部分，户部尚书府补足。遵旨。黄伯父，那我的衙门……准了，朕再赐你1匹马。多谢黄伯父。我都听说了，你真把户部尚书扳倒了，就因为林霜以前得罪你？林霜是谁？你脑子真被驴踢坏了。算了，以后有困难找我。真的，姐，我现在就困难，借我3000两。没有，再见。阳寿长至23天。王伯，干嘛？我爹有私生子来抢家产了？郡主，王爷，他又去英国公府斗鸡，输了7万两，府里没钱，只能当东西凑啊。叶少元，老子弄死你！小姐，你这个败家子！逆女，弑父啊！敢败老子的家产，我把你砍成孙子！说，为什么又赌？你说要上进赚钱，爹只会斗鸡，想赢回家产，肯定是英国公作弊。带上输的那只鸡去英国公府，本郡主替你赢回来，写契约，以后端王府我做主，钱财支取需我同意。你要夺权？你能赢回家产，全还你；我能赢回来，以后你听我的，敢赌吗？
赌就赌，按手印。我就不信你能赢。系统，你能附身那只斗败的龙花鸡吗？对哦，可以，马上附身。宿主，咱们作弊是不是不道德？反派要什么道德？准备战斗。郡主，您去哪儿？去行宫走走亲戚。黄伯父，侄女想您了。今日不对劲，有事求朕。您弟弟败光我家产，端王又干嘛了？斗鸡输了7万两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他还赌钱。那是你爹，什么朕的弟弟？才不是我爹，断了关系。但您跟他是最亲兄弟。朕没这弟弟，我也没这爹。黄伯父，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借2万两，明天。没有。我借钱都是为您弟弟呀，不然我怎这么惨？行了，朕给你，拿去，真是欠你。盒里还有，再借点。滚，以后别进宫。再借2万两，双倍还。再不滚，这2万两也收回。叫门。就说本郡主听闻英国宫斗鸡从未输过，特地来讨教几招。郡主大驾光临，有何自教？听说我那不成器的爹跟你斗鸡，输了不少家产，本郡主是来把家产赢回去的。哼，可以，先把你爹欠的7万两还清。7万两，一分不少。郡主想赌什么？端王府如今还能拿出什么？就赌端王府。端王府乃先皇亲赐，本宫岂敢觊觎？不妥。那就赌我娘留下的9转还魂丹，能活死人肉白骨，一局定生死。我赢，你连本带利归还我爹输的一切，外加你京郊的跑马场。你赢，9转还魂丹归你。既然郡主执意如此，立字据。去请裴衍裴大人来当裁判，要公正。郡主，国公爷斗鸡赌钱，还请本官当裁判。裴大人来了就开始吧。本官是锦衣卫。知道啊，名气很大。不过你别得意，本郡主的京都巡查司名声很快会超过你们。你想干嘛？郡主，咱改日再斗吧。快点啊，磨蹭什么？郡主，在裴大人面前赌钱不妥。现在是下牙时间，本郡主是以朋友名义请你来的。再说我跟黄伯父说过了。宿主，你什么时候说了？等会儿还钱的时候说。既然郡主跟陛下说了，本官抵当这个裁判。裴大人可要公平公正，要是待会儿那老头耍赖，你可千万不要心软。悠着点，打赢了就行，别把对方打死了。本郡主赢了，吉祥，快收东西。不可能，你的鸡肯定作弊了，本宫要再比一次。再比可以，另外加赌注，你要检查我的鸡可以。公平起见，本郡主也要检查你的鸡。裴大人，麻烦你检查，还赌不赌？本郡主忙着呢，没工夫跟你在这儿耗着。你给本宫等着！裴大人，他威胁我，我以后磕了碰了，你要给我做主。国公爷慎也。走。裴大人可是要进宫，一起啊！我去还债。我爹不争气，英国公骗家产，我今天还抓了个贪官。裴大人可有娶妻？可有喜欢的人？我可以帮你追姑娘。本官没有心仪的女子。没意思，这钱要是不还陛下，下次是不是就借不到钱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也是，走进宫还钱。裴大人可有兴趣进我们京都巡查司当2把手？郡主，本官是锦衣卫统领。不来拉倒，以后就竞争对手了。黄伯父，侄女来给您送钱了。这么多？当然，这只是一部分。从哪儿来的？英国宫那儿。英国宫？英国公那老匹夫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略施小计，就把他的钱都赢来了。你学你爹与人斗鸡成勇，你拿出了什么做比试的彩头？就转还魂丹呀！你可知道那丹有钱都买不到，你竟敢拿去当比试的彩头？黄伯父，你也信那东西能活死人肉白骨？我娘都不要我爹了，能留下什么好东西？你莫要对你娘心存偏见。当年太后中毒，正是你娘妙手回春。此丹江湖上很多人觊觎，你拿出来，端王府便是众矢之的。那就让他有来无回。就凭你那三脚猫功夫，你把丹药给英国公看了？没啊，我随便找了一颗长得差不多的药丸给他抢。还算有点脑子。朕会让裴炎派锦衣卫多照看端王府。好的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没事少来皇宫。那怎么行？黄伯父想我了怎么办？那黄伯父要是真想我了，可得赶紧派人去端王府喊我来。小卢呀，本王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快让你爹走开，本统不干净了。爹，注意形象。现在根据契约，端王府的财政大权归我了。逆女，你这是篡位！白纸黑字红手印，
想反悔？行啊，先把欠我的7万俩还来。闺女，爹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看爹最近手头紧，你那春风楼给爹点分红。你想干嘛？又去斗鸡？哪能啊，爹是想投资。英国宫那老匹夫肯定不服，爹得预备资金以备再战。信你才有鬼。不过爹，咱俩去黄伯父去，我听说他司库可丰满了。对，皇兄最小气。上次我找他借2000两，他说司库被江湖大盗盗了，骗鬼呢。副主，你这样在背后区皇帝，真的好吗？怕啥？他又听不见。再说了，我这是在增进父子不，叔侄感情。傅海，朕怎么觉得后背发凉？许是端王和郡主又在念叨陛下您了。这两个混账！快看，书生与花魁。思思，跟我走吧，去顾家做绣娘，清清白白。你留在这青楼，让我如何娶你？郡主待我们极好，我去顾家为奴，如何供你读书？又是钱，你满身铜臭。那朝阳郡主就是个草包，能给你什么前程？草包，砸死你个软饭硬吃的王八蛋！程曦，给老子揍他！为什么要配得上别人？你凭自己本事赚钱，不偷不抢，光明正大。你要配得上的是更好的自己。可世人都看不起我们，女子总归是要嫁人的。我朝律赋规定了女子必须要嫁人，大周律法并没有这个规定。不嫁人又不犯法，你愁什么？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最要不得，自己赚钱，买宅子，潇潇洒洒。想找男人，以后养几个面首。人只活这一世，干嘛找罪受？多谢郡主指点。你还记得借了多少钱给那人？是我自愿供他读书的。我说借就是借，你钱多给我花，我还能夸你。你真是干财务的好苗子，好好干。程曦，让他画押。收好，他不还钱就送京都巡查司，我亲自验。敢骂姑奶奶，见你一次打一次。朝阳郡主，别怪我不义。这谁？跟你一个姓，说不定是你亲戚哦。叶墨轩是谁？是小皇孙呀，太子的儿子。不过他生怪病，不爱说话，总把自己关着。自闭症，6岁。这任务有点难，完成任务加15天阳寿呢。不急，我发现人气高也能长阳寿。我要当京城顶流，先搞事业。郡主，过几日太后回宫办赏花宴，太子妃肯定会带小皇孙去的。赏花宴，亮瞎他们的好机会。等等，我以前在赏花宴上是不是被个三公主坑过？就是他，装可怜，害您被太后关禁闭。记下了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赏花宴是接触目标叶墨轩的高概率场景，同时根据模型预测，顾青羽有87%的可能性将在此对您进行试探或采取行动。哦，一箭三雕，采仇人做任务还会对那位故人，这下更有意思了。吉祥，准备的东西要加倍，咱们这次玩把大的。逆女，外面那群酸书生竟敢编排你，说你嚣张跋扈，强抢民男，逼良为娼，还要联名告御状。爹，谁又惹你了？闺女，外面的人都在骂你，说你不仅恶毒的拆散了一对有情人，还动手打了那书生，逼着他的心上人卖身，连赎身都不许。哦，陆文轩那个软饭男造谣啊，太可恶了！本公主最是讨厌那群读书人了。闺女，你别怕，爹这就去把他们抓来揍一顿。爹，有件事女儿瞒着您。什么事？那陆文轩他想娶我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因爱生恨，到处造谣。什么？王伯，带上王府侍卫，老子这就去削死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。王爷放心，老奴这就去聚集人手。好歹你也是本公主的妹妹，这穷叔子竟敢如此欺辱于你，本公主定不饶他。走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多谢诸位兄台为我鸣不平，只是端王府权势浩大，我一人之事，断不想连累众人。陆兄此言差矣，朝阳郡主不仅强行拆散你与柳姑娘，还将你打成了这样，太目无王法了。就是，朝阳郡主这般轻贱我等读书人，今日我们定要为你讨个公道。谁是陆文轩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啊！谁是陆文轩？给老子滚出来！王爷息怒，王爷，住口！你就是陆文轩。王伯，把人给老子绑起来！是，老子闺女也是你能惦记的。一个功名都没有的穷小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求娶本王闺女，还敢反过来诋毁我闺女名声！老子今日不打死你，枉为人父！王爷息怒，草民何来诋毁？分明是郡主拆散我与柳姑娘，还将她困于青楼，不许草民为她赎身，如今怎反过来污蔑草民？草民何时说过要娶郡主？你还敢狡辩？王伯，给本王揍他！
王爷且慢。王爷，此事尚未查清，何必动手？你说什么？陆兄乃读书人，怎会做出这等事？还望王爷三思。哇哦，读书人真是好了不起哦，如此清高，哪还需要去科举？本郡主应该建座庙，把你们都供起来，逢年过节再上几炷香。朝阳郡主这是何意？怎么又是你？本郡主不是说了吗？不要跟踪我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死缠烂打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我面前？怎么想引起本郡主的注意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男人我见多了。顾某何时缠着过郡主？你现在就在缠着我。郡主哪只眼睛看出来？顾某是在缠着你。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你跟这陆文专什么关系？总不至于打抱不平吧？我看你也不像是这么热心肠的人。等等，我好像悟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悟什么了？快说呀！顾世子，你该不会喜欢陆书生吧？所以屡次三番为他出头，甚至不惜跟踪我，引起我注意，好让我知难而退，成全你们。你胡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跟顾世子清清白白。顾世子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爱他就大声说出来，何必拿我当挡箭牌？我祝你们幸福。就是，本公主最讨厌你们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想娶我闺女，做梦！诸位都听见了，这陆文轩求娶本郡主不成，反咬一口，坏我名声。顾世子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，屡次纠缠，本郡主才是受害者。王伯，把人带回府，本郡主要好好审问。是，郡主。程七，帮忙送顾世子和他的心上人回去，别让人说我们端王府不懂礼数。顾世子，这边请。成功反杀造谣，逆转舆论，打脸顾承孝与陆文轩，阳寿正3天，当前余额27天。父皇，请给顾世子和陆文阳赐婚吧。你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父皇你没看到？太感人了。为了弥补我以前的过错，我想请父皇给他们赐婚。婚姻乃父母之命，你瞎掺和什么？朕现在赐婚，明日顾太师能撞死在金銮殿上。再不赐婚，顾承孝他爸就要逼他娶凌霜了。父皇，你真的忍心吗？朕十分忍心。下去。既然父皇不愿意，那儿朕自己去想办法。叶琼，现在全京城都在议论我大哥和陆文轩，连我父皇都知道了。流量啊不，风口来了，光议论多没劲，咱们得把它产品化。产品化就是写成戏，演出来，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。好主意，可谁会写这种戏本子啊？我听说谢太傅家那个不学无术的二公子谢怀州，好像就好这口，以前还偷偷写过，被他爹发现，把手稿全烧了。对，就是他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周儿年纪还小，冲动些正常。逆子，不学无术，搬弄是非，丢尽谢家脸面。爹既然觉得我丢脸，何不把我逐出家门？您有新的儿子了。逆子！谢大人好呀，本郡主上门探望您来了。郡主，谢大人，你怎么还打儿子呢？我爹都不打我。起来，自己去祠堂面壁。郡主是特意来看本少爷笑话的。本郡主跟你一样闲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京都巡查司？不去，老夫也不同意。你们莫不是看不起我这巡查使的身份？怀州学业落下，无功名在身，任命朝廷命官，恐有不妥。朝堂上那些有官员可有为百姓做贡献，扩大过版图，让大周蒸蒸日上。郡主说的对，还不如我这个纨绔子，至少只祸害自家人。怎么来青楼了？你可知这台子用来做什么？让姑娘表演，没新意。非也，这是演戏的台子。我找你来，是听说你会写花本子。本少爷不会写。你以前偷偷写霸道上书爱上我被我抓到的事，忘了？那都是年少轻狂。我要的可不是寻常画瘪子，我想写那种能直击人内心的那种。比如世子，您的小娇夫他又逃了。你说什么？把顾世子和陆书生的故事艺术加工一下，爱而不得，强取豪夺，追夫火葬场，保证爆火。原来画滚子还可以这样写。写，马上写，本公主投资了。好，谢怀州，你就是我们春风大院的首席编剧兼艺术总监，给你1成干股。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天才！郡主，太后娘娘3日后回宫，
要在御花园举办赏花宴，帖子送来了，一群女人比花、比衣服、比儿子，没意思，能不去吗？恐怕不行。太后特意点了您的名，而且太子妃肯定会带小皇孙去。小皇孙叶墨轩，系统接近他就算任务成功。需建立初步信任与联系，缓解其自闭倾向，奖励阳寿15天。6岁小孩得用点特别的。吉祥，给我准备点零食，要那种宫里没有，看起来又好玩又好吃的。宿主需要奇趣蛋、跳跳糖、泡泡糖模板吗？本系统可提供外形和基础配方。换，顺便把蜜雪冰城花种子也换了。上次那盆忽悠啊不，进献给太后，效果不错。郡主，按照您的图纸，舞台和雅间改造月底就能完工。谢公子写的世子，您的小教父又逃了上卷，已经排演的差不多了。好，赏花宴是个好机会，得想办法让太后和宫里贵人们都知道咱们这春风大剧院。到时候开业才能一炮而红。叶琼，我打听到了，三公主这次准备了一盆极其罕见的东湖珊瑚牡丹，想压轴献宝。珊瑚牡丹，俗气。看我的蜜雪冰城2代升级版，保证让她的牡丹黯然失色。郡主，下卷的剧情我有了，加入朝堂铮铮，家族阻挠，虐恋情深，最后世子为爱放弃一切，与书生远走天涯。好，够狗血，够劲爆，抓紧写。赏花宴后咱们就开业。朝阳郡主今日转性了，如此肃静，怕是知道比不过，自暴自弃了吧？朝阳妹妹今日这身打扮倒是别致，只是未免太素了些。可是端王府近来拮据，三皇姐说的对，端王府是挺穷的。我爹不像三皇姐的母妃，有个会挣钱的舅舅。不过嘛，赏花赏的是花，又不是衣裳。皇祖母，您说是不是？朝阳这话有理。皇祖母，孙女为您寻来一株东吴珊瑚牡丹，今日刚到，请您赏鉴。有心了。朝阳妹妹，你为皇祖母准备了什么奇花呀？也让大家开开眼。皇祖母，孙女准备的并非繁花，而是一株机缘巧合所得、颇具佛性的灵芝。这香气，哀家闻着竟觉得心头舒畅，连日来的头疼都缓解了些。竟有如此名效，张太医，陛下太后，此花香气确有凝神静气、舒缓头目之效，且花形奇特，色泽通透，似有灵韵。老臣只在古籍中见过类似记载，称其为冰魄血魂，乃极西之地佛国圣花。叶琼，你这花用了什么邪门香料，或是下了毒？三王姐、张太医都鉴定了，你比太医还懂。这花名冰魄血魂，乃我梦中得一位自称世家的神僧所赠，说与我有缘。我想着这般有灵性的东西，只有皇祖母这般慈祥仁厚、福泽深厚之人才配得上，特献与皇祖母。好孩子，难为你有这份孝心。这花哀家很喜欢，重重有赏。上南海明珠1壶，云锦10匹，赤金头面1套。传旨，此次办事业得力，为正6品京都宣察司总指挥使，增拨100精锐兵士归其调遣。凡涉京城治安、滋事不法者，可先行拿问，直奏于朕。父皇，叶琼她一个女子，如何能当官？女子又怎么样？叶琼不也抓了贪官？你嫉妒你也送一盆能延年益寿的花呀？三皇姐要是想不通，回去照照镜子就懂了。为什么？照照镜子就知道自己小脑发育不全，大脑完全不发育。叶琼，你一个没娘的野孩子，你凭什么？混账！你方才说什么？放肆！堂堂公主竟如此口出恶言！来人，把三公主关去宗人府。父皇，叶琼，你太厉害了。不过你真要去找那个小皇孙玩？当然，那可是我侄儿，长辈关心晚辈。系统导航，叶墨轩，左转，假山后荷花池边。那个蹲在地上的就是太子皇兄的儿子叶墨轩。喂，小哑巴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殿下，要不算了吧？一个哑巴，爹不疼娘不爱，有什么可怕？哑巴还能认字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拎本殿下？快放我下来，否则我让皇祖母打死你，诛你9族！不爱看，我殿下给我愣得杵了！你再喊一句，老子就把你摁进荷花塘。朝阳姑姑，我错了，不要把我扔进荷花池。要不扔树上吧，扔水里生病就不好了。哪里？想吃吗？想吃，可以。你去揍他，这颗糖就给你。你不是说来找小皇孙玩的吗？这不是在玩吗？你是魔鬼吧？想吃吗？谁敢动？扔池子里喂水鬼！想吃就去揍他！哇，太好吃了吧！我还要！这才对嘛！
下次别人欺负你就揍回去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找打得赢的替你打。成功接近任务目标，叶墨轩建立初步信任，阳寿加15天，当前余额40天。你也想吃吗？想吃以后不准欺负人，知道自己错了？不，我错了。我已经把你送到家了，快回去吧。不要，我可陪你玩1天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哦。朝阳，这孩子，你是这孩子第一个愿意接触的人。好熟悉的霸道总裁管家台词，要不你就带他去端王府呗，难得小皇孙这么黏你。朝阳，既然这孩子这么喜欢你，要不你带他去你端王府玩几天？黄伯母，我不会照顾小孩，而且我可忙了。朝阳，这是黄伯母的一点心意。哇，虽然忙，但是我们端王府的人可细心了，一定会把小皇孙给照顾得好好的。那就有劳了。你们几个今日怎么凑一起了？皇祖母，孙女想你了。皇祖母，孙女也想你了。好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皇祖母，孙女有件喜事同您说，孙女开了家专门演戏的酒楼，明日就要开业了，您想不想要去瞧瞧？是啊，皇祖母，我们酒楼的戏可精彩了，您就去坐坐，喝杯茶，听段戏。罢了，明日哀家便破例出宫一次，去你们那戏楼坐一坐。春风楼今日启幕，恭迎诸位赏玩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华公主、朝阳郡主所创春风楼雅俗共赏，意韵天成，今赐匾额“梨园乔主”4字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牌面这块还得是陛下。朝阳，你这戏楼第一出演的是什么？皇祖母稍安勿躁，保证是您没看过的好戏。开始了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他们不是好兄弟吗？这台词听着怪怪的。这话本子是谢怀周写的，皇祖母待会儿可以问他。住口！简直一派胡言！我兄长光风泽月岂会做出这等孟浪之举？给我停下！怎么又是你？在本郡主的春风楼闹事，你活腻了？朝阳郡主，你怎如此无耻？转头就让戏班子编排这些污言秽语的戏文，往我兄长身上泼脏水！你们顾家如此偏袒那陆文轩，还说没有猫腻。再说，我们演的戏可有点名道姓你兄长？这京城谁不知道是在影射我兄长？世子之争向来如此吧？你下集加世子之争剧情，哪来的小子？懂不懂戏楼规矩？顾三，你激动什么？难不成你真惦记你兄长的世子之位？谢怀周，就是你在写这些污秽东西！你说谁呢？再说一遍试试！这般不知羞的东西，怕是谢太傅知道了，要被你气得吐血。我爹也是你能说的。来人，把这2个扰乱秩序的人扔出去，别脏了咱们的地板。不是说我是三东家吗？怎么把我也扔出来？谢怀周，你给本少爷等着！接下来，诸位贵客，有请春风楼主柳思思。今日世子，您的小娇夫又逃了，上集已结束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还请诸位明日此时再临春风楼一探究竟。朝阳，你这怎么只演一半呢？哀家好不容易出宫一趟。祖母，这可不行呀，不能破了我这春风楼的规矩。那哀家就要看怎么办。太后娘娘，这话本子的内容是朝阳郡主想的。行，我催他快点写。祖母，明日您还想出宫吗？我让谢谁加急排下集。罢了，哀家身为皇太后，岂能日日流连宫外？回宫吧。王爷，您来了，郡主在里面呢。我女儿西楼开业，我来捧个场。母后，你个混账东西！你皇兄给你安排的差事，你就是整日游手好闲、醉生梦死的，反倒要闺女赚钱养你。你这逆女又跟母后说什么了？祖母，你看我爹，他还不服气，还想揍我呢。反了你了！您小心点，我扶着您。逆女，反了你！哀家还是你娘，你冲谁吼呢？好孩子，往后你爹要是不听话，你尽管放开了手揍，哀家给你做主。你这个皇兄没管好自己的弟弟，
让我这个太后一把年纪了跟着操心。他招谁惹谁了？那混账醉醺醺的，差事肯定没好好办。你这个皇帝怎么当的？福海，传朕旨意，让端王那个混账明日即刻接手定远侯府通敌案，让朝阳协助，限他们1月之内提审人证、核证、物证，把所有疑点都查清楚。查不明白就滚去大狱和定远侯作伴。是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高强度因果线扰动，主线任务强制触发。什么鬼？逆转定远侯府倾覆之命运，查明通敌案真相。成功奖励60天阳寿，失败惩罚即刻扣除30天阳寿。跟我身份存续有关，系统说清楚。权限不足，无法解析具体关联。陛下有旨，命端王、朝阳郡主一同彻查定远侯府通敌叛国一案，限期1月。若1月之内未能查明真相，便前往天牢，与定远侯一同候审。皇兄这是何意？我与琼儿并无查案之能，怎会派下这般差事？陛下特意交代，二位尽管放手去查，能查清真相自然最好。即便查不清，也要搅出几分动静，让这潭水动起来。皇兄是不是疯了？咱俩能查明白吗？爹，黄伯父不是说查不明白也要搞出些动静来吗？他不是让咱们吸引火力，是让咱们把水搅浑，把藏在水下的人逼出来。这案子明眼人都知道是栽赃，定远侯镇守边关10几年，怎么可能通敌？所以皇兄是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，才让咱们俩这草包去查，让背后的人放松警惕。爹，你还不算太笨。这样，你明天去行宴前部找定远侯唠嗑，我去定远侯府找他夫人唠嗑，顺便查一下寿宴的宾客名单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咱们分头行动，把线索挖出来。行，本王明天就去会会那定远侯。哟，薛小少爷，这是急着去哪儿？何家小子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当年你爹战死沙场，若不是侯爷怜惜，如今你竟敢对恩人的孙儿下此毒手！老夫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本官如今是奉陛下之命行事，只知皇命不知私恩。畜生！若不是我家侯爷手把手教你兵法，你能有今日？那点恩惠，与当年你们侯府对我的羞辱不值一提。木生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没事。薛大小姐，当年你死活看不上我，如今怎么样？不如你求求我，我何府还缺个妾主。你敢欺辱我姐？你老身跟你拼了！祖母，放开我！何校尉如此欺辱我定远侯府，我倒要看看是陛下的旨意，还是你胆大包天，动用私刑。以死相逼，你当你们定远侯府还有活路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爹的案子昨日已经从大理寺移交到了端王爷与朝阳郡主手上，陛下这是摆明了放弃了这个案子。何校尉，陛下为指令我们看守侯府，禁止出入，并未允许我们伤人，不妥。一个小小的副校尉也敢管到本官头上来，放开他，找死！瞧瞧，见郡主这准头，百发百中，果然天赋异禀。把这狗东西拿下，待会儿扔进刑部。是，求郡主为我定远侯府做主，我等以性命担保，侯府对朝廷绝无二心。黄夫妇，侄女来给您送汇报工作。案子查清楚了？这才半天。没有，不过我刚去慰问了定远侯家属，他们声泪俱下，指天发誓说侯爷是冤枉的，情感特别真挚，所以我相信他们。你查案子就靠相信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。不过黄伯父，我虽然没查到谁陷害他，但我查到谁想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了。哦，谁？黄伯父，这个情报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，您看是不是给点情报费？不多，50两。福海，给他50两，朕倒要看看是什么情报值50两。混账东西，真是反了天了！逼侯府嫡女为妾，与市井无赖何异？福海，把这孽障给朕绑来。是。就是，堂堂皇子心里不装着百姓，也不装着国事，一天到晚就想这些情情爱爱，成何体统？哪像我，心里只有朝廷和百姓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你给朕闭嘴，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父皇，不知儿臣所犯何罪？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父皇明鉴，这字条是儿臣所写，但儿臣绝无陷害定远侯之心，儿臣只是太爱慕薛小姐，求而不得一时糊涂，想逼她就范，通敌叛国这等诛九族的大罪，儿臣万万不敢啊！你不敢？那你字条上怎么写？侯爷明日便会在狱中畏罪自缢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难不成凶手是你同伙，跟你汇报进度了？我那是瞎编的，吓唬他的。瞎编能编这么准？万一明天侯爷真死了，你怎么说？朝阳，你为何屡屡针对我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污蔑我？黄伯父，你看，他不仅不认错，还反咬我一口，我心好痛。皇兄，重大突破！我把案子查清楚了，凶手就是英国公那个老匹夫。英国公，闺女，
爹厉害吧？我去刑部跟定远侯唠了3时辰，他这辈子得罪过的人就是殷国公。爹，你唠嗑就唠出这个？定远侯亲口说的，他家老夫人寿宴，殷国公世子带去的那个小厮，在他书房附近鬼鬼祟祟。哎，肯定是殷国公指小厮放进去的。父皇，端叔叔所言极是。他怎么比我还激动？想抢功？黄伯父，既然有线索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殷国公府拿人。爹跟你一起去，本殿也去。此事关乎本殿清白，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那走吧。不知王爷、郡主殿下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京都巡查司办案，怀疑贵府涉及定远侯通敌叛国一案，请国公爷配合调查。我殷国公府涉及通敌，郡主莫不是听了什么谗言？国公爷，这是定远侯府寿宴的记录。你家世子带去的小厮荣生，曾在案发前半个时辰单独出现在定远侯的书房外，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。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他把通敌的书信放进了定远侯的书房。你这是污蔑，老匹夫，少装蒜！你儿子寿宴那天带去的那个小厮，在定远侯书房外面鬼鬼祟祟，是不是你指使他放的东西？什么小厮？哪天？我小厮多了，我哪记得是哪个？全部叫来！寿宴那天跟着你去定远侯府的，一个不许少。国公爷，荣生那天确实中途离开许久。荣生呢？给老夫滚出来！回老爷，荣生前几个月说母亲病重，请假回乡，至今未回。派人去他老家打听，也说没见着人，像是凭空消失了。好啊，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。王爷，无凭无据，休要血口喷人。一个小厮不见了，就能栽赃我殷国公府通敌，简直荒谬。国公爷，若是心里没鬼，为何独独这个关键的小厮不见了？未免太巧了些。去，给老夫查，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荣生给我找出来，查他何时进府，跟谁接触，所有细节。查什么查？人肯定早被你埋了，现在人证没了，你就死无对证了是吧？端王爷，老夫府上小厮成百上千，一个不起眼的走便是老夫杀人灭口。按你这道理，你端王府去年也跑了个花匠，是不是你也把他灭口了？你强词夺理！国公爷，如今所有线索都指向贵府这个小厮，人是在你府上不见的，你拿不出证据证明你与此事无关，也找不到人，按律我有理由怀疑你，并可将你收押候诊。郡主想如何？难道真要凭着莫须有的嫌疑拿我殷国公下狱？下狱倒不必。不过，为了证明国公爷的清白，也为了保护此案关键人物定远侯的安全，不如请国公爷和皇兄祖一同去刑部大牢住几天。为何要本王去？二皇兄也有嫌疑啊，字条是你写的，你们俩一起去牢里陪着定远侯，他要是出了事，你俩都逃不了干系；他要是平安无事，不正好证明你俩清白？妙啊，闺女，这招高，让他们互相看着，谁也别想动手脚。好，老夫就去那牢里住上几日，看谁敢在老夫眼皮底下害人。本王也去。闺女，多吃点。闺女，今天这招真绝了，把那俩货塞一个牢里，看他们怎么耍花样。爹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太顺了。殷国公那么轻易就同意去坐牢，二皇子也答应的那么痛快。他们敢不去吗？不去就是心里有鬼。就怕他们是将计就计。宿主直觉敏锐，荣生失踪与二皇子字条时间太过巧合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殷国公，与二皇子扰乱视听，真凶，另有其人。今夜可有行动？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啥？咱们今晚去夜探刑部大牢。去那儿干嘛？那俩货不都在里面看着呢吗？就是因为他们都在里面，外面的人才可能放松警惕。如果真凶真想杀定远侯灭口，今晚就是最后的机会，也是最好的机会。所有人都觉得大牢守备森严，还有2位贵人坐镇，最安全的时候往往最危险。有道理，那咱们就去抓他个现行。走。等等，换夜行衣，悄悄去。这韭菜，这下药了。有人追！嗨，你去哪儿呀？哦，丫的，你不讲武德，你把我衣服都弄脏了。有本事你就追上我，来呀！追不上我吧，有内力了不起，还不是跑不过我？裴大人，救命啊！裴大人，给本公主揍他，往死里揍！这么菜，那我跑啥？郡主可有受伤？当然没有，我厉害着呢。坏了，我爹呢？爹！黄伯父，救命啊！大半夜的，鬼哭狼嚎，成何体统？皇父，您快看看，我爹他好像有点嘎了。陛下，王爷与二皇子只是昏迷，性命无虞。
没死摆成这样，阴曹地府点名吗？回陛下，王爷只是吸入少量迷烟，无大碍。我爹真没事，还能活多久？再晚一步，王爷自己就醒了。闺女，你玩沙子去了？爹，黄伯父，你们看我的脸和衣服，都是他害的。他追了我几十条街，还泼我沙子。敢欺负我闺女，老子踹死你！怎么回事？黄伯父，今晚要不是我和爹聪明又失眠去夜探刑部，定远侯就凉透了。我们发现有人要杀他，看，这就是凶器。陛下，是剧毒断魂散，触地生烟，吸入利弊。裴炎，臣在，把人拖下去，给朕往死里审，揪出幕后主使。不行，人是我抓的，功劳是我的，该我审。你会审吗？当然会，我京都巡查司也能审。陛下，此案本就是郡主差事，不如由锦衣卫从旁协助郡主审讯，既保安全，也提效率。如何？让裴炎协助你？行吧，那你明日一早把人准备好，本郡主来审，务必保护好我。谁派你来的？郡主，用刑吧。费劲，带上人，跟我走。郡主，此人危险，不宜轻易挪动。去街上溜溜，让全京城都认认他。走。京都巡查司办案，识得囚车内人者，赏银1000两。1000两？真的假的？让我看看长啥样。检测到目标杀手产生强烈羞耻感，心理防线持续松动中，宿主保持当前节奏即可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认人啦，赏银1000两。看看这眉毛，这眼睛，有没有见过？快抬起头，让大伙看清楚点啊！1000两呢？就是，捂着脸算什么好汉？是不是长得太丑不敢见人？还能这样审案？郡主，停下！求求你停下！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哦，肯说了？那你说说，谁派你来的呀？我不知雇主是谁，我只是血影阁杀手，拿钱办事。这是阁中令牌，我们只认钱不认人。溜一圈就招了。郡主，血影阁确有此例。收工。宿主，你这叫什么事？磨磨唧唧，跟个正道小官差似的，一点反派样子都没有。怎么就不是反派了？兵不血刃搞定线索，这叫智取。智取？我教你的反派手段是让你把人拖去暗巷敲断腿，这才更像反派。裴大人，围了那雅仙。围上。裴炎，你好大胆子，敢违本殿下！郡主奉旨查案，请殿下配合。吉祥，拿纸笔把这屋里所有人名字记下，一个不漏。朝阳，你胡闹什么？1、2、3，你们在这密谋，定是看我抓了杀手怕暴露，想灭口。郡主休要胡言，我等与定远侯案何干？毫无证据，岂能诬陷？谁做亏心事，激动什么？记完了，收工。告状去喽！你给我回来！黄伯父，有人要杀我。杀手同伙，一屋子呢。我找到想杀我的人了，您儿子还有一群同伙，看名单。你三皇兄为何杀你？定是杀手同伙，见我抓人坏他计划，就想灭口。黄伯父，陷害定远侯的肯定就是名单上这些人，都抓起来吧。朝阳，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家公子？不知道。您问这干嘛？要诛他们9族，不好吧？要死很多人呢。把名单放朕这儿，朕会处理。你三皇兄不敢杀你，怎么不敢？他今日瞪我，明日就敢杀我爹，后日就敢杀您。您偏心。哼，这是皇宫，你敢打我，我告诉皇母母。我何时打过你？我动都没动。你别过来，老子是家里独苗，打我爹不放过你。我动都没动。三皇兄，光天化日你敢打人，太放肆了。叶子辰，你敢打我闺女？混账！身为皇子，不知体恤，反倒动手伤人。来人，撤其官职，押送宗人府。定远侯案查清前，不许出来。今日就不该看他那一眼。天杀的黑店，还我弟弟命来！各位评评理，我弟弟吃了这楼八宝鸭，上吐下泻，没一会儿就没了。这鸭子有毒，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啊，情况都没清就冲，去京都巡查司摇人。是。京兆府办案，闪开！青天大老爷做主，石顶楼害死我弟弟。苦主状告石顶楼吃食毒死人。掌柜的，对不住，锁上带走。冤枉啊，小店清清白白。这案子我京都巡查司接了。郡主，此乃人命干事，按律当由京兆府接管。陛下亲赐，
京城大小事务皆归我管，京兆府也归我管，懂了吗？是我告他，凭什么抓我？不去我那儿审也行。来人，把涉案人等都带走，本官要亲自审。搬桌以来，本官就在这审。你弟弟吃了八宝鸭毒死，证据。这就是证据来的。我俩他先吃半只，留半只给我，吃完就上吐下泻，不到半刻钟就没了。大夫看了，说鸭里有剧毒。郡主明鉴，鸭从酒楼卖，只有他兄弟接触，定是他自己下毒害地，栽赃小店。去锦衣卫借仵作。是。回郡主，鸭中掺了鹤肘红，入口半时辰可毙命。死者中毒迹象与鹤肘红毒性吻合，应是食此鸭身亡。公主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人？瞧着眼熟，是吗？在哪儿？想起来了，定远侯府寿宴，他冲撞过公主，是英国公世子的小厮，叫荣生。英国公世子的小厮？春桃，咱们找他算账了没？当时顾世子在墨家园斗诗，公主您听说朝阳郡主在那儿为顾世子捧场，就顾不上这小厮，也敢去捧场了？怎么可能？这真是你弟弟陷害定远侯的同伙，抓起来！郡主饶命！什么同伙？草民不知啊！你弟弟是英国公府的人，涉嫌陷害定远侯，你身为九族之内，脱不了干系，压下！不，草民说谎了，这不是我弟弟，只是同乡他带钱财回乡，我眼红跟来，真不知他犯这滔天大罪啊！方才说全是真的，糊弄本官！我是瞧他中毒死了，才起他念，报仇他大哥讹酒楼钱财，全是实话。你下毒了？草民冤枉，没有下毒。那毒鸭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，否则诛你九族！酒楼八宝鸭皆是统一烹制，全程有伙计盯着，绝无下毒可能。今日卖上百份，别人都好，怎就他出事？小店与他无冤无仇，何必下毒砸招牌惹祸？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啊！他带好多钱财回乡，他说在大户人家当小厮，钱是主子赏的好几千两呢。草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银子，所以你图财害命毒死他，嫁祸石顶楼。不对，若真想嫁祸，断不会主动告官，引人注目。他刚为何看你？你俩之间有猫腻？郡主明鉴，属下是接报石顶楼有人讹运讹乐才来拿人，与他素不相识。你刚说仆主状告石顶楼吃食有毒，现在又说石顶楼有人报案糊弄本官，属下来的匆忙，记差了。郡主饶命啊！属下是他给属下银子，说只要把事情闹大，让大家都知道石顶楼有人吃出不是就行。属下就想走个过场，赚一笔银子，从来没想过要伤人害命啊！郡主饶命啊！小人愿意全招。是有人给银子，那人给了小人100两，让小人带着同乡亲友前来讨说法，还教小人该怎么说，说只要把事情闹大，就能拿到更多钱。小人一时糊涂，才做了错事。是谁给你的钱？对方样貌有何特征？那人带着帷帽，压低嗓音，分不清是男是女。小人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俩有猫腻？本郡主这优秀，你们京都巡查司还缺人吗？我也要当官。不行，我这不是什么人都能进，里面个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提笔断案，拳打恶霸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吃不了苦，让我当个捕快也行啊。本官绝让不良风气吹进巡查司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公主你心地善良，心怀赤诚，有热血为百姓尽力，心意难得。恰好我们正缺你这样心怀正义、赤诚坦荡之人，欢迎加入。赶紧把那被你灭口的小厮找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找不出就抓你进大牢。人已派人去找，王爷何必跟长在我国公府似的？爹，我抓到英国公把柄了，他死定了。什么把柄？通敌证据。闺女真棒，老匹夫死定了。你俩，我就在这儿呢。啊！你再好好想想，你买鸭回住处路上可遇异常，或撞见什么人？鸭若酒楼所毒，早被郡主查出，必是途中被人下了毒。路上好像没别的事儿，就买了鸭往回走。对了，半道上撞见荣生相好，在僻静处说悄悄话，我没听清，说完才一起回的住处。回去没多久，他吃完鸭就不行了。相好姓名住址，荣生不让打听，但他这次进京就是为见他，说风头过了，接回乡下过日子。管家，给我查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这女子。是。国公爷，这是要跑路？夜黑风高，杀人放火，国公爷是准备去本王府上灭口。老夫刚得信儿，荣生那相好住在城外宅子，今晚要跑，老夫急着去拿人，没空与你二人纠缠。愣着作甚？驾车，往城外宅子去，耽误了事，本王打死你主子！得了消息，不第一时间通报本王，想自己悄悄去提前灭口。老夫正准备给你们传信，幸好被我们逮个正着，不然人又要被你灭口了。爱咋说咋说吧，我九族在你们嘴里都死800回了。护卫，拿下那个背包袱的女人。是，民是。背了这么久的锅，
终于摸到线索，只要盘问出指使人，就能洗清冤屈，摆脱这2个混世魔王。大人饶命，小女子只是回老家，从未做亏心事，为何抓我？绑紧，速带回府审问，动作快。是。人已抓到，回去一审，自可还老夫清白。你确定不会半路杀人灭口？2位不都在车里盯着吗？爹，他不会把咱俩也灭口了吧？早知道该带程七他们。你果然想杀我们灭口？杨寿还在。本王是王爷，杀我，皇兄不会饶你。黑衣人是来杀那女子的，我们找对人了。他身份不简单。国公爷，您是个好人，您下去吸引火力，我跟我爹趁乱先跑，我们会记得您的好。厚颜无耻，因何之众，在京郊撒野，拿你们练手！有救了！原来殷国公是个高手。迷烟，爹，是迷烟，快跑！闺女，往林子里跑，爹断后。逆女！系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宿主，别担心，我们有狙。还没动手，都死了。难道有鬼？我要不要也躺下装死？有鬼啊！你爹疯了？没受伤啊，被吓的，胆子这么小。爹，人都死了，出来吧。孤魂野鬼，老子有皇兄真龙护体，伤我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爹，你干嘛呢？闺女，外面有鬼，爹刚才见鬼了，还笑。爹别怕，没鬼，你闺女朋友遍天下，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。你哪来这么多朋友？爹，你相信光吗？爹相信。爹，刚才就是我召唤我的好朋友光之守护者现身，把那2个黑衣人解决了。你的好朋友现在在哪儿？解决完就走了，他很忙的。那叽叽叽的笑声也是你好朋友？是吧？爹，外面人全死了吗？爹，殷国公死了吗？应该吧，都躺下了。那怎么办？扔这儿？不好吧？他祖父好歹陪皇祖父打过江山，要不就地埋了？再立个碑。有道理。殷国公，你放心，本官宅心仁厚，不让你暴尸荒野。本帐心善，逢年过节给你烧点好的。把殷国公全家都杀了，来得正好，天快亮了，快挖。你们在干嘛？你怎么醒了？我不该醒，这坑该不是埋我的吧？几位，这是在干嘛？怎么可能？本官有点冷，活动取暖。本王试试铲子结不结实。王爷、郡主，这坑不是埋那2个贼人的吗？看看你府上酒囊饭袋，这么多人打不过2个，还得本王收拾烂摊子。就是，不是我跟我爹，你今日就得暴尸荒野。若非本王挺身而出，凭出神入化武功从刀下救你，你早被挫骨扬灰了，哪有机会说3道4？老夫失言冒犯，海涵，多谢王爷相救，不忘恩情。算你识趣，本王光明磊落，不挟恩图报，但往后见本王放尊重点，不然别怪本王不念救命之情。好。是你毒死的荣生。不是，民女不认识什么荣生。休要狡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不招便用刑。民女认识荣生，但毒不是民女下的，冤枉。既非你下毒，为何逃跑？民女只想回老家，没要逃。来人，上刑！国公爷饶命，民女怀了你们府上的孩子，不能对我用刑。你这不知羞的老匹夫，不知廉耻，伤风败俗。爹，他都能当这女子爹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不要脸！可他都怀了他孩子，为啥要逃？殷国公还大半夜抓他。不行了，爹，我头好痒，好像要长脑子了。爹，我捋不明白，我去找黄伯父。刺激的瓜必须给皇兄分享。黄伯父出大事了！殷国公那老匹夫竟敢带着我和爹大晚上去帮他抓怀孕逃跑的相好。殷国公有相，还怀孕逃跑？皇兄，那老匹夫为抢小厮相好，竟还有这等事，把叫荣生的小厮毒死了。什么？
路上还遇上俩来抢的情敌，被本王刷刷几下斩杀了。那女子亲口说怀了老匹夫孩子，定是他强迫人家。竟有此事！朝臣私生活这么乱。更衣，朕要去英国公府，亲来看到底是何等女子。爹，咱们都走了，英国公趁机灭口怎么办？很有可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站住！朕心甚寒，英国公伐乃开国功臣，后被朕当亲刀教训。朕也想看看。快点，去晚了就一尸两命了。岂有此理！摆驾英国公府。臣参见皇上。抬起头来。就这，寻常死死，英国公什么眼光？皇兄若敢抢人，我去母后那儿告状。你祖父何等风骨，你却干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，丢尽先人脸面。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这孩子是老臣这庶子。这俩糟心玩意儿，朕的脸。你与这女子是何关系？荣生之死是否与你有关？陛下明鉴，在下真的没有杀人，在下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让荣生给丁远侯小公子下点起疹子的药，想嫁祸二弟。除此再无他心，他根本骗在下成了，敲诈一笔银子就跑了。我父亲这好儿子，在丁远侯寿宴上买通荣给薛木林下毒，想栽赃给我，万幸荣生失手未成。你这么笨，堂堂英国公公子这么听小厮话。你这么笨，堂堂英国公公子这么听小厮话。所以是你指使小厮把信件偷放丁远侯书房，构陷他通敌叛国。郡主明鉴，在下真的没有，在下只是让荣生给他下些泻药折磨他，再找人把钱拿回来。真的不知泻药为何变毒药，在下冤枉。你俩这么蠢的，害人都害不明白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还是本王好。闺女冰雪聪明，随我。之前口供上那戴围帽的人给钱让荣生同乡去石顶楼闹事，怎会是老夫？所以戴围帽的人是你。老夫疯了，给自己泼脏水。万一你贼喊捉贼呢？我玩狼人杀最爱用这招。你既与荣生相好，他可说过，在定远侯寿宴那日，于书房附近撞见何行迹可疑之人或事，还是说你与他同伙，将诬陷信件藏入书房？你冤枉！荣生没有陷害定远侯。荣生说，他那日溜去给定远侯小公子下药，半路撞见有人鬼祟溜进书房，他好奇上前，被察觉，那人把短烟要杀他灭口。他吓得转身就跑，遇上定远侯府下人，被带至寿宴。可看清贼人模样？没，但荣生说看见那人脖颈后有个奇怪图案。此图朕从未见过。怎有人喜欢在脖子上画这个，生怕别人找不到他？看着像老虎，忌山不容二虎。黄伯父，这幕后之人要抢你皇位啊！哪个不要命的敢惦记我皇兄龙椅？皇兄别怕，我保护你，有弟弟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黄伯父别怕，有侄女在，谁敢伤你，侄女必屠他满门。行了，天已亮，线索既出，你二人最紧要的差事便是探查后颈有此图案之人。你府庶子牵扯其中，小厮亦是你府的，你便配合京都巡查司查出真正毒死荣生之人。堂堂国公爷家风如此不严，丢尽祖宗的脸。皇兄，我觉得那戴围帽的人就是英国公，要不是太困，我定抓他下狱。黄伯父，我还是觉得那孩子是英国公的，不然他干嘛大晚上不睡觉带我们去抓人？皇兄，下道圣旨，把英国公府圈禁，把英国公扔大狱，和定远侯作备吧。黄伯父，我头晕打哈欠，会不会英国公给我下毒了？皇兄，我也头晕犯困，定是那老匹夫下毒，快下旨抓他。端王府补完觉，我府上该不会迎来满门抄斩圣旨吧？王爷和郡主呢？回陛下，去程家用晚膳去了。程家还敢请他们？王爷和郡主自己去的。端王府揭不开锅了。程家老太爷半月后60大寿，场面隆重。王爷郡主没收到寿帖，去要帖子了。你是管家，府上规矩该你定。那妇女有失体统，你半点不管。我管不住这家呀。陛下您自己带大的都没教好，怪我。父亲可还记得当年对外公立誓，此生不纳儿色？逆女！今日是为父与你林姨娘的好日子，休要胡闹！姐姐，父亲自有道理，您这样闹，徒惹人笑话。程侍郎，娶平妻这么大的事儿，竟不给我端王府递帖子，看不起谁呢？就是，本王也没收到。你们程家眼里还有没有皇家？王爷，郡主误会，下官今日只是纳妾。纳妾你穿得跟个红包精似的。
这规制是平妻吧？程侍郎，你原配夫人定远侯的亲妹妹，该不会病述了吧？你好，赶紧给新人腾地方。王爷，郡主明鉴，我母亲被父亲囚禁后院，病重无人照料。囚禁原配，断药断人。爹，他比咱俩更像反派。宿主，请正视自己。伺候的人呢？药呢？程侍郎，你这是钝刀子杀人！毒夫，此事本王定要禀明皇兄。办案，谁见过这图案？你认识？妾身不识。还敢狡辩！你夫君程侍郎涉嫌勾结外邦，通敌叛国，要害定远侯全家。你这枕边人能不知道？王爷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下官冤枉。不对啊，刚才我爹骂你夫君通敌叛国，这么大的罪名，你作为新福城的平妻，居然一点不慌，安静的像个看热闹的局外人。你根本不是真心跟他过日子，你有问题。定是你这细作想上位，撺掇程侍郎陷害定远侯。郡主明鉴，妾身幼时家乡遭灾，与父母失散，流落街头，幸得夫君相救。这图案妾身真的不识啊，通敌之事更是闻所未闻。求郡主饶了母亲，母亲是好人啊。开始演苦情戏了，爹，他台词背得挺熟。哭得也挺真，就是听到通敌都不带颤的，心理素质过硬。妾身愿以死明志。本官最烦别人跟我演这一套。程曦在，将林氏连同他女儿统统拿下，押送北镇抚司，交给裴衍裴大人细细的审，重点审他知不知道通敌的事儿。郡主，你无凭无据。有没有凭据？锦衣卫的审讯室走一趟就知道了。裴大人，人犯下官带走了。郡主，老爷子，家务事处理完了，您寿宴继续啊。爹，走，去北镇抚司看热啊，不，监督办案。王寿加一，友情提示：宿主，您的反派风头有被抢风险。不怕，下集我们抢回来。来人，给本郡主上碗燕窝莲子粥，要稠稠的。再来屉水晶虾饺，温壶牛乳，放2勺蜜糖，多了少了本郡主可不喝。搬家，必须搬家。国公爷，您可曾输过一个宅子给王爷？老夫同他斗鸡，从未输过。本王想吃烤鸡了，是王爷非要逼老夫斗的，不斗他就去陛下面前告状。胡说！本王那是察觉你有问题，才假借斗鸡接近你，抓你狐狸尾巴。我信你个鬼！这地是4年前过户到王爷名下的，原主是个江南富户赵福昌，在斗鸡场输给王爷，拿着京郊宅院抵了赌债。对，是有这么个人。王爷那天赌运气好，10赌9赢，把人家银票都赢光了。是他非要拽着本王斗的，本王看他可怜，还给了他几百两路费呢。所以这人是故意输宅子给我爹，这宅子有问题。下官已派人去江南查赵福昌。等等，老夫后来听人说，那赵福昌回江南没多久就染10级病逝了。病逝了？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处心积虑的算计。宅子挂在王爷名下，原主已死，这是个死局。什么局？有人想栽赃王爷通敌叛国，就算不成，单凭这宅子与前朝余孽有关，就足以在陛下心中埋刺。宿主，恭喜，您爹的仇恨值拉得稳稳的。老夫想起来了，那赵福昌离京前好像跟程家勾搭过，而且程家4年前在京西买过地，就在栖霞山那块。我就说程家不是好东西吧，这线索不就串上了？好吧，程老头表面一本正经，背地里养细作，还坑本王，皇兄还夸他是清流个。此案需同时动用江湖势力和朝堂关系，满足这2点的京城里不多。说到这个，犬子交代那天聚会是嘉宁长公主的儿子谢景川组的局，那小子席间没少说郡主坏话，还老吹他爹，就那个驸马谢无望当年在江湖上多厉害。谢景川，他闲得慌，我闺女招他了。驸马谢无望当年确是江湖中人，至于他是不是真金盆洗手了，锦衣卫还真没细查过。若他暗地里还留着关系网，那长公主府倒是个绝好的幌子。程家认识赵福昌，买了凶宅，宅子输给我爹，倒霉爹实锤。林氏细作在程家见过虎纹，徐景川看我不顺眼，他爹谢无皇有江湖背景，有公主府罩着，破案了。这肯定是话本里写的，我娘亲是公主，我爹爹是江湖大佬，但我想搞死我堂妹豪门恩怨系列。诸位，本官宣布本案大结局啊，不是大推断。第一，这虎形图案就是前朝余孽秘密组织的标志。第二，以嘉宁长公主驸马为前朝势力，很早开始布局，他们培养细作，渗透朝臣后院。第三，他们陷害忠良，想搞乱朝堂。第四，他们还挖坑，想让我爹背锅，破坏我爹和黄伯父的兄弟情。第五，在座的各位不是棋子就是炮灰。郡主明断，抽丝剥茧，令下官佩服。下官立刻加派人手，双线并查：一查程家与赵福昌与那宅院的所有关联；二查京城内外所有可能与虎纹图案相关的线索。裴大人辛苦，国公爷你呢？是继续被我们当嫌疑犯，还是戴罪立功，帮忙盯紧程家，找出他们与前朝余孽勾结的证据？老夫愿戴罪立功。既然国公爷这么积极，程家的案子就交给你了。2天查不出来，唯你是问。老夫凭什么帮你查？
就凭你还有嫌疑，要不是本王心善，你早在大牢里蹲着了。想洗脱罪名，找出新嫌疑犯来换。就是杀你小厮的凶手找到了吗？没找到就是你嫌疑最大。好，老夫查，但查出真凶后，二位往后不许再踏进我英国公府一步，更不许拿这事儿刁难老夫。你以为本王爱来你这满是鸡屎味的地方？就是。成交。那就有劳国公爷啦。爹，走，回家睡觉。裴大人，盯紧他，别让他偷懒。备车，去成家。国公爷，您早膳还没用，气饱了。陛下，郡主等人已离开英国公府，裴衍大人加派了双倍人手，暗查程家与嘉宁长公主府。朝阳这把火，终究是烧到最烫的地方了。端王，郡主，您这是？表兄，听说皇姑快生辰了，我提前来祝寿。我母亲生辰还有3个月，景川贤侄，其实本王仰慕你许久。王爷慎言，此话何意？本王是说仰慕你这玉保养的真好，光泽温润，才华横溢。爹，玉跟才华有啥关系？您这夸的比鸡蛋还生硬。你懂什么？这叫意境。嘉宁皇姑的儿子一点不懂礼，是不是看不起咱们这皇家亲戚？就是，回头告诉我皇兄。王爷郡主大驾光临，快里边请，上茶点。爹，还记得咱们是来干嘛的吗？对哦，嘉宁皇妹呢？将在小佛堂抄经，明日要去大佛寺为太后祈福，今日需静心斋戒，不便见客。巧了，我也懂佛法，我有个朋友叫活佛济公，佛法高深，快带我去跟皇姑探讨。郡主，家母真的不能打扰。宿主，我摸到驸马书房了。你附身到哪儿了？你的驴身上啊！我练了2个晚上才学会用4条腿走路。吉祥说府里闹鬼，原来是你，宿主，我去打探敌情了。等等，你别乱来。既然皇姑不便见客，那带我们去见姑父吧。不会姑父也在抄经吧？表兄这么不待见我们，我可要去黄伯父面前说道了。父亲在书房，几位随我来。公子，陛下已起疑，朝阳郡主一闹，朝臣都在查，咱们得撤了。府上哪来的驴？这好像是朝阳郡主的驴，他该不会在府里？这驴怎么回事？赶都赶不走。不可，伤了他，朝阳那主性子烈，闹起来能翻天。王蒙，把这个给他吃了，让他安静点。是。骂我蠢，还喂我吃药。这驴也太犟了，太过分了，居然敢骂我！系统，冷静，有话好好说。他们骂我蠢，还要喂我吃药。宿主放开我，我要找他们把这事儿理论清楚。你们对我的驴做了什么？它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宿主，他们要偷走，方才还蛮子蛮横不讲理，背地里盘算着要对你不利。什么？要对我不利？宿主，别退缩，咱们找他们理论清楚。你们敢动我的驴，我跟你们拼了！郡主，你听我们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看招！敢群殴我闺女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谁群殴了？明明就你们在打人，不松！当我团王府没人啊？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来这看多什么呢？这像我妈赶回的家！统统来啦！撞死你们！欺人太甚！头只说盯梢，没说要管郡主拆家呀！快去禀报裴大人！来人，将这些胆敢伤害郡主王爷的狂徒统统拿下，押入诏狱，听候陛下发落。是。裴炎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明明是朝阳郡主上门寻衅，大打出手，你锦衣卫便是如此徇私枉法的吗？裴大人，他们打我们，还要杀我的驴，他们给我的好朋友喂毒药，他们还骂我爹是疯子，说
说撤离京城前要弄死我们，太可怕了。对，他们说要杀我，我要找皇兄评理去。你们这是诬陷！朝阳郡主，你满口胡言！谁胡言了？我的驴可以作证。他们是不是骂你了，还要为你要？看，我的驴从来不说谎。带走。想拿我，休想！我的，这毒药落地就散，吸了就死。他想毒死咱们，拿下他！上！看招！郡主，您这药敌我不分。哎呀，撒哈了！你俩把他打死了。这头蠢驴踹晕的。统统是斑毛，他俩2打1都打不过。你表兄不经踹还碰瓷儿，怎么在这驴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的影子？这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裴大人，我府上所犯何事？驸马与世子涉嫌谋杀郡主与王爷，本官奉命拿人。他们试图用毒，长公主既已到场，便随本官进宫交代。荒谬！驸马怎会？裴大人，全拿下，一个别放跑！我去找黄伯父告状。为府，请长公主移步。黄伯父，人赃并获，驸马谢无望及其心腹王猛，后颈皆刺有前朝赤虎卫虎形印记，铁证如山。嘉宁，你指使驸马勾结前朝余孽，构陷忠良，还妄图谋害朝阳端王，你居心何在？陛下明鉴，臣妹对此一无所知，定是驸马欺瞒于我。臣妹这些年深居简出，一心礼佛赎罪。你说不知情，证据呢？驸马是你救的，婚是你求的，京城谁不知道你们恩爱？他干什么你能不知道？你把我黄伯父当傻子？郡主休要胡言，臣妹只是信任驸马，从不过问外事。皇姑戏不错，但您录了3个破绽。朝阳，你还想污蔑本宫？第一，破绽在时间，你每月初1、15雷打不动去大佛寺，真是礼佛。我查过了，那几天寺里香客最少，后院最静。您是去给驸马爷传递消息呢，还是去见他的同党？你血口喷人！本宫是去为太后、为皇兄祈福。第二，破绽在反应，正常妻子突然发现丈夫是逆党，第一反应该是震惊、质问，可您呢？立刻就开始哭诉自己多可怜、多被骗，句句都在强调我不知道，我是受害者。这反应是不是太熟练、太像提前准备好的说辞了？我是吓坏了，口不择言。第三，也是最大的破绽，您太急着把他定死了，您生怕黄伯父不信您不知情，所以拼命把所有罪责往驸马一个人头上扣。可您想过没有，若您真不知情，此刻最该做的难道不是跪下来求黄伯父开恩，哪怕留您夫君、您儿子一条命吗？您有半分求情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您只想让他死得快一点，好坐实您被蒙蔽的身份。所以我猜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？事成共享富贵，失败就由他谢无望担下所有罪名，而您嘉宁长公主凭借不知情和受害者的身份，最坏不过幽禁，说不定还能博得同情，将来甚至有机会病逝或意外身亡，然后换一个身份，拿着早就转移好的钱财和您的驸马双宿双飞去，这才是你们真正的退路，对不对？嘉宁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好一个朝阳郡主，心思剔透的让人害怕。是真的又如何？皇兄，我母亲死在冷宫的时候，你可看过我们母女一眼？你们母子欠我的。贤妃是咎由自取，朕与母后何曾亏待过你？那是施舍。我嫁给谢无阳，你们是不是彻底安心了？一个江湖草莽，正好绝了无族的念想。可惜，正是这个草愿意帮我，毁了你们最在意的东西。最在意的东西，除了构陷忠良，一箭添加。今天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？你猜啊！聪明绝顶的朝阳郡主，你以为抓到我们就赢了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他们肯定有计划。是不是想劫狱，声东击西，要釜山？裴大人，什么情况下锦衣卫会倾巢出动？除非宫中有大变故。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也要你们尝尝痛并所爱的滋味。皇祖母，懂了，你们想刺杀皇不父或者皇祖母制造混乱，趁机劫天牢。贤妃是因皇祖母而死的，长公主最恨的除了皇不父就是皇祖母。你怎么？速去慈宁宫查看太后情况，封锁所有宫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传朕口谕，羽林卫全面戒备。奴才遵旨。晚了，太后此刻正被我的人压着，一步一叩首，去我母妃坟前认罪呢。孽障！
若母后有失，朕将你碎尸万段。等等，裴大人，别去找太后，立刻去守住天牢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朝阳说的对，这是调虎离山。想让我们去找太后，跪下来求我啊！毒妇，当年饶你一命，竟养出你这狼心狗肺之物！来人，拖下去，打入天牢。成王败寇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火种已经撒出去了，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会有人接着做，他会慢慢啃食人的性命，无声无息。火种。裴炎在，给朕撬开他的嘴，朕要知道他们在朝中还有哪些眼线。是。朝阳，你如此镇定，可是知道太后下落？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，但我乃大周栋梁，肯定能找到皇祖母。皇夫妇，让御林军去帮裴大人守天牢吧，找皇祖母的任务交给我。皇夫妇放心。1个时辰内，我必安然带回皇祖母，否则提头来见。安慰，跟上去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西头，你确定皇祖母在这儿，没被人挟持？宿主放心，本统出马1个顶俩。我附身驴，趁乱把太后的马车引到这边，又制造了点意外。现在太后在里面听曲呢，安全的很，就是场面有点尴尬。走吧，接皇祖母回宫。皇祖母，您原来躲这儿啊！哀家可不是自己要来的，是朝阳你这头犟驴非驮着哀家往这儿跑，拦都拦不住。所以这些人也是驴点的？对，他不点就地上打滚。哀家拗不过，只能花钱请他们进来给驴表演才艺。你胡说，都没见过，全进来表演一遍。哀家有钱，还不老实交代。统统是为了救你皇祖母。积分都用完了，看见有人要抓他，我就驮着他一路逃到这儿的。外面危险，不敢出去嘛。休得无礼，系统驴来也！那这些人谁点的？是你皇祖母点的。他说都这把年纪了，享受享受怎么了？还说要学端王府那2个混账过纨绔生活，还想假死出宫。停，别说了。哀家是看他们可怜，给个容身之所。朝阳啊，你那戏楼缺人吧？把台上那个弹琴的挖走，哀家出钱。挖走挖走！你们是不是还想把这南风馆买下来？好主意！宿主做大做强，当大周首富。哀家支持。买，以我爹的名义买。郡主，陛下和端王爷在御书房等您许久了。不对，我好像被做局了。哀家回宫了。统统家有门禁，先走了。你个罪魁祸首还想跑？陛下，侄女要告发皇祖母和驴妄小官管。混账！谁让你带母后去那种地方的？是驴去的，他是为了救皇祖母。你还敢赖给驴？福安，把那疯驴拽进来！啊！爹不疼我了。皇伯父也厌弃我了，我走就是了，给后娘庶子腾地方。闺女别哭，是你皇伯父逼我来的。叶少元，皇兄是不是更喜欢瑞王？他都要进京了。你是朕亲弟弟。陛下，王爷，老奴在宫门口，好像看郡主手里有张南风馆的地契。你用谁的名义买的？爹。你信我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家吗？本王现在就把你逐出家门！陛下，天牢出事了，嘉宁长公主一家3口全被灭口了。有江湖人士佯攻天牢，实为灭口，3人皆中毒针而死。郡主、王爷，您2位首当其冲，恐遭报复。陛下为安全计，应让2位暂居宫中。从今日起，你俩搬进宫住。我不去，我命硬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双打一双。哼，不过跳梁小丑。本王也不去。武功较强，怕什么？让星辰无光，行星停转，我为主宰。姐就是女王。郡主她是否需要太医？把你闺女那些乱七八糟的画本子全扔了。看不下去了，趁夜穷不备，将她甩上驴背，狂奔出宫。郡主，你买的南风馆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现在各家青楼妓院都跟风要改戏楼，还想挖咱们墙角。谁砸我饭碗？谁？打上门去！先打谢家。真是我家的，我祖母60大寿，别打，要打等我爹出门套麻袋打。放心，你祖母大寿，我送份大礼。祖母可能等不到煞月了。
他突然病重，药石往借，大夫说油尽灯枯，可我总觉得不对。被人下毒了？所有大夫、太医都查不出。若真是毒，谁会用来害一个60岁老人？说不定就是查不出的毒呢。